有这么一个黄毛角色，他凭借极高的人气，在自己登场的游戏中拥有着数不清的变体。他便是大名鼎鼎的阿尔托利亚·潘德拉贡。谁能想到，手机里竟然同时存在2款不停出同一个黄毛的游戏？与因为深受五内宠爱才遭到疯狂量产的骑士王不同，总帅大人之所以能如此勤政，则离不开其本人的奋斗。确切来说，是他那深不可测的机体池。为了赞美总帅大人那还不完的恩情，今天我们就来 remix 一下总帅大人的最终作家 MSN042 夜莺吧。绝不是因为我一发入魂了夜莺哦。对于那些顶着夏亚座驾头衔的机体来说，吃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命运。虽然老是笑话总帅大人战绩不行，但他打过的那些对手，放眼整个高达系列，也可以说是地狱级难度的副本。前有恐怖天然卷围追堵截，后有希洛克与哈曼的混合双打，就算是换成其他角色来代打，恐怕也不会比总帅的表现更好。由于这一客观事实存在，总帅的座驾们往往也要跟着主人一起遭殃。吉翁号燃尽到只剩半颗脑袋，奥古号被削成人棍，化成太空垃圾。新吉翁号和总帅大人没什么关系。在入主新吉翁后，总帅大人的座驾除了沙扎比之外，便是夜莺了。作为堪称总帅生涯最强的一台机体，夜莺的原点可以追溯到剧场版逆袭的夏亚的前期准备阶段。此时负责机设工作的人是经过 Zeta 与 Double Zeta 2次降版后，再次得到副野指名，如闪电般归来的永野户。这次他为夏亚准备的新座驾便是一台名为夜莺的机体，只不过这台夜莺的造型与如今我们看到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健硕的体型，厚重的装甲，全身类似出气格栅一般的纵向裂隙，以及狭长纤细的独眼头部，总体给人的印象像是建立在大魔以及里克迪亚斯设计延长线上的机体。再加上毕竟出自同一作者，在整体轮廓上也很容易让人幻视成五星物语或者重战机世界观穿越来的。而头部舱盖向后滑动，露出驾驶舱，这样之后，沙扎比与夜莺的标志性特征在这台夜莺的设计稿中便已经得到了体现。同时永野户还设计了新吉翁侧的其他机体，比如永野版的基拉多加，以及一台名叫精神力多拉的机体。从命名来看，后者多半是处于与之后精神力多加以及扎德多加类似定位的机体。而无论是永野还是副野，两人都有让敌意保持一致性，呈现出一脉相承感觉的想法。因此这两台机体的设计也能看出明显是夜莺设计的延续。但之后不光副野的出版剧本铺盖，永野的机设也遭到了制作方与赞助者的否决，并在1985年末被拎出了制作团队，惨遭第3次降版。而此时这台夜莺的机设甚至已经被交到了座监手中进行实验性作画，测试机设能否反映在实际作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座监大森英敏绘制的这台夜莺摆出架势以后，其实意外的帅气。但随着永野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这台夜莺的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一刻也没有为永野户哀悼。接下来赶到战场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出渊玉。随着新设计师的入主，夜莺这个名字遭到雪藏，另一台传奇机体在这台夜莺的废墟上被重建了起来。沙扎比成了夏亚座驾的新名字，而剧场版也开始朝着如今我们看到的样子推进。只是副野这边他并没有放弃自己被否掉的出版剧本，选择将其作为小说出版，于是便有了贝托蒂家的子嗣。也是拜此所赐，不光角色们的名字遭到了改动，夜莺这个名字也得到了绘图转生，取代了沙扎比，再次成为夏亚座驾的名字。并且出渊玉也受夜莺这个名字影响，最终决定不是简单复制剧场版沙扎比的造型，而是以沙扎比的设计元素为基础，令其呈现出更加巨大且极具威慑力与压迫感，往更接近 M1 的方向进行改编。于是如今观众熟悉的夜莺便展现在了当时小说读者的眼前。虽然这张夜莺的插图并不如那张举着斑点盾牌的海牛来的著名，但作为夜莺的初次亮相，依然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反响。日后出渊也公布了完整机设图，不过在早期夜莺的各种插图中，其背后的2片巨大推进翼都采用了固定结构，与机体的胸甲直接焊死在一起，并且最初的插图中，机甲的肩部也没有安装装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从最初的出渊玉到负责漫画的柳赖敬之，说夜鹰的鸡舍也在随时代变迁而进化，似乎也一点都不过分。由于以上种种因缘，夜鹰和海牛这互为对手的两台机体，虽然出场在同一部小说中，但存在的原因却完全不一样。夜鹰是因为小说版世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沙扎比，而海牛高达则是原本的牛高达换了一副面孔。不过小说有小说的说法，财团 B 也有自己的考虑，因此将这两台机体纳入官方认定的正史世界线中是不可避的。在经过几轮设计流用、设定统合后，夜鹰和海牛高达最终被吸收进了正史的背景中，成了沙扎比与牛高达的强化发展机。在 MSV 的设定中，夜鹰是在沙扎比重 MS 的基础上，挣脱了 MS 概念的束缚，追求匹敌 MA 极限性能的机体。为此，新吉翁这边的技术人员在这台机体上下足了猛料。本着再穷不能穷总帅的原则，夜鹰便作为新吉翁的旗舰机被设计了出来。从其配置之豪华，便能看出作为仅有一台的总帅座驾，在设计时多半没有考虑过控制成本之类的事情。这一点与其对手阿姆罗的机体可以说正好相反。牛高达一脉可以说是在有限的预算与攻击中寻求最佳泛用性的典范。在 MSV 整合的新设定中，在阿纳海姆开始独自进行牛高达升级改良版，也就是海牛高达的开发时，新吉翁这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开启了夜鹰的建造工作。只是最终夏亚还是选择了驾驶沙扎比出战，因此就和对面的海牛高达一样，夜鹰也就从此没了下文。不过据说之后阿尔法阿吉尔的发展型贝塔阿吉尔同时也是夜鹰设计延长线上的产物。总之在工作的时间线中，海牛与夜鹰这两台机体最终都因为驾驶员化作彩虹而成了没有下文的机体。虽然夜鹰这台在分类上依然属于 MS， 但其造型有着相当浓重的吉翁系 MA 特点，尤其是和我们以前提到的 G3 异常相似，被极度拉长的尖细头部以及和头部轮廓相似的纺锤形躯体，再加上一柱擎天的前裙甲与尺寸巨大的后裙甲，这让夜鹰这台机体呈现出一种相当诡异的美。原本沙扎比的尺寸在 MS 中已经算得上巨人，而夜鹰的体型则在其基础上又膨胀了一轮。虽然纯粹的高度要比沙扎比矮一头，但前后长度却得到了倍增。这样的造型与哈曼的 G3 摆在一起时，情侣感可以说是相当重了。同时，由于导入了精神骨架，夜鹰在不突破 MS 这一概念极限的同时，获得了与新人类专用 MA 同等的规格。如此重量级的造型，难免会让人产生夜鹰的机动性不佳的印象。但实际上，夜鹰非但没有这种烦恼，它的机动性反而强到鬼畜。和机体尺寸一起倍增的是巨量的推进喷口，只是单侧推进翼之下便安装了大大小小9个喷口。除此之外，机体的背部、小型化的肩甲内侧以及肥大化的前后侧裙甲中也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喷口。除了机动性外，夜鹰的运动型也很反直觉，其机体构造怎么看都不像是能做出复杂动作的样子，但其实它依旧可以使用下压的各种招牌踢技。另外，夜鹰的4肢关节部分都用密封罩进行了包裹，这在高达系列是非常罕见的。与此同时，夜鹰还拥有纵观整个高达系列都算得上数1数2性感的裙底风光，在其裙甲支架的绝对领域中也隐藏着数量众多的推进喷口。这种构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夏亚曾经的座驾吉翁号，并且为了延长机体的续航时间，夜鹰也选择自带干粮，在身上挂着足足5根额外燃料槽。总帅大人这次终于不用在战斗途中吐槽出力下降了。武器方面，夜鹰与沙扎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替换了主力射击武器，从原本的光束霰弹枪替换为一把尺寸更加惊人的大型米加光束步枪。这把枪拥有3种射击模式，一是普通的光束射击，二是与光束霰弹枪一样的扩散光束模式，三是发射高出力光束的照射模式。为此，枪身上甚至还安装了辅助支架，让夜鹰可以进行长距离狙击。这次为了体现夜鹰的强大，总帅大人甚至不惜拿曾经自己的座驾当垫脚石，因此这把枪的照射攻击威力也理所当然一般，可以匹敌百事的那门大炮，还就是那个百事死后人人不下百事。而机体巨大的背部可动翼，同时也兼具了浮游炮加仓使用，搭载了10枚将阿尔法阿吉尔同款浮游炮小型化轻量化后的版本。由于内部安装了大型电容器，因此无论是使用时间还是攻击威力，都在精神力多加之上。最近游戏中还展现出可以直接以收纳状态作为固定炮台发射的用法，再加上可以回收再充电，理论上是适合长线作战的优秀武器。然而作品中这些浮游炮的待遇倒也没比沙扎比纳的好多少，依然被总帅大人拿来干各种脏活累活，最终难逃变成日抛型的命运。
当然了，沙扎比腹部那门写作扩散米加粒子炮、独做出力降低炮的武器，自然也顺理成章地继承到了夜鹰身上。只不过和沙扎比直接外露的炮口不同，夜鹰的炮口平常在腹部装甲的遮挡之下，发射时需要展开部分装甲，同时炮身通过能量供给用的动力管与机体背包连接。不长记性的新技工技术人员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家机体这个管线外露的特色，让对面的天然卷从1年战争时就养成了遇事不决拔管子的习惯。从当初把扎古的猪嘴连同管子一起拽断，再到逆压本片拔沙扎比的管子，无数血的教训历历在目。然而夜鹰身上依旧选择了管线外露的设计。结果在剧情中罗压狗斗时，阿姆罗用海牛的头部火神炮破坏了夜鹰腰部的动力管，直接导致这一重要武器报废。另外，夜鹰的扩散炮其实在最初的出渊域版机设中并不存在，这其实是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二创武器。不过在漫画版贝托蒂加子嗣连载时，这个武器成功回流到浏览静之版夜鹰身上，此后变成了夜鹰的标配武器。近战方面，夜鹰维持了沙扎比的基本配置，光束军刀、光束战斧以及内藏小型导弹的巨大盾牌。和夜鹰略有不同的是，在其裙甲内藏有隐藏机械臂，因此夜鹰也可以施展出光束军刀4刀流。此装备也曾搭载于格里普斯战役期间的重型 MS 铁奥身上。夜鹰鬼畜的机动性，再加上更丰富的近战武装，也让夜鹰获得了非常反直觉的强大近战能力。从沙扎比重 MS 灵感的起源，到夜鹰的光束军刀4刀流，夏亚的作家没少从铁奥身上汲取灵感。再加上夏亚本人在故事里也开始学着希洛克 PUA 下属，实在是令人感叹，他终究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另外，在夜鹰的光束军刀上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以出渊域的机设为基准，实际上直到现在都不清楚他的光束军刀到底收纳在哪里。为此，各种模型只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己想办法了。这其中最常见的解决方案就是和沙扎比一样，收纳在双腕的袖口部分。至于额外的2把怎么办，似乎大家都没有想出来。凭借夜鹰豪华的机体配置，夏亚在剧情中面对阿姆罗打出了几乎全程压制的表现。但是代价是什么呢？答案是惨遭剧情杀。最终阿姆罗的仔还未出生便神功大成，展开精神力场为老豆化解了夜鹰的攻击。面对这种英灵召唤的诡异现象，夏亚也因为痛失好局而焦躁起来。阿姆罗就在此时抓住机会一转攻势，让夏亚体会到了什么叫世界线收速。最终夜鹰大破，并将驾驶舱弹出。接下来就是 UC 经典名场面之拖出失败、高达灌篮以及推石头3连发，迎来了跟剧场版同样的结局。不过这并不影响夜鹰本身的人气，由于和海牛差不多的原因，再加上更具冲击力的造型，夜鹰也得以作为著名的幻之机体，维持着相当不错的人气。另外插句题外话，夜鹰这个名字在高达作品之外，其实还真跟机械有那么一点联系。在安徒生创作的童话故事中，就有这么一则名为夜鹰的短篇，说是中国有位皇帝非常喜欢夜鹰的歌声，之后他收到了日本天皇送来的一只华丽的机械夜鹰，从此便沉迷其中，真夜鹰便受冷落而离去。几年后，机械夜鹰损坏，皇帝也病危濒死。死神坐在皇帝身上，向他展示了过去的所作所为。皇帝希望人造夜鹰能用歌声驱散这些不快的回忆，但机械夜鹰却沉默不语。此时真夜鹰不计前嫌飞回窗前，用歌声驱走了死神，挽救了皇帝的生命。最终夜鹰虽拒绝留在宫中，但答应会时常悄悄飞来为皇帝歌唱。如今普遍认为这个故事是安徒生受了自己单相思的歌剧演员珍妮林德的影响而创作，因为对方的别名正是瑞典夜鹰。珍妮对此十分感动，然后嫁给了别的男人。抛开安徒生失恋这件事不谈，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故事中的2个夜鹰其实都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虽然这么解读显然偏离原意，但倒是更符合我们今天的主角。因为在出渊域版夜鹰被大众接受并喜爱的同时，永野纵使3度迎来降版，也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夜鹰梦。首先，永野版夜鹰的设计在漫长的未公开期间被永野转用到了他笔下其他机体身上，比如《五星物语》中的布雷以及猎户幻象成佑。后来当富野和永野这对被投资方拷打的难兄难弟在机动神脑中再续前缘时，这部动画中的机体设计也同样是永野版夜鹰风格的延续，并且这台夜鹰的造型在之后被永野户进行重置。这个新造型的永野版夜鹰虽然名字依然可以翻译作夜鹰，但在名字的写法上有一些不同。原本夜鹰的名字是转写自英语，而这台夜鹰的名字则是德语，并且加上了一些永野户个人的改动。而造型方面，这是一台以恐龙、游
尤其是剑龙为原型的40米级巨大 MS， 背部排列着大量散热板一般的尖刺，同时浑身散布散热用的格栅，实际上都是延续自最初的永野版夜鹰，或者说是逆袭的夏亚企划刚开始时，永野和富野两人构思出的 MS 路线。用永野自己的话说，最初这些机体都是朝着粗犷到吓人的方向设计，因此预计全部登场的机体，从阿姆罗、夏亚的座驾到作为配角的基拉多加，甚至是 Zeta 高达改，也就是日后的林格斯，其实都是以怪兽或者恐龙为原型进行设计的，然后再披挂上层层叠叠的超重装甲，最后再在装甲上刻画出大量散热用的排气格栅以及交错排列的散热板。只不过之后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永野和富野最初的思路被否定，之后永野配枪版，出渊玉接手主要机设工作，如今我们熟知的逆袭的夏亚便诞生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个人确实有点想要看一看当初富野和永野脑海里构想的那个充满了超重型机体的逆压到底是一番怎样的场面。永野户也曾经在访谈中感叹过，即使现在看来他仍觉得夜鹰是个优秀到可怕的绝妙设计，但如今再去想，如果当初如何都是不合时宜的。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氛围，它被撤换也是有那个时代的理由。夜鹰虽然是永野机器人的杰作之一，但也只不过过去之物罢了。那么永野版夜鹰和出渊玉版夜鹰，你更喜欢哪个呢？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那么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